我把话撂在这儿，3000亩田自古归宗族男丁继承。林初夏不过是个捡来的外姓丫头，凭什么独占金山？就是一个迟早要外嫁的赔钱货。女娃要地干啥？生孩子才是正事。爷爷，我成功了。初夏姐，出事了！村里人都知道你拿到了1000万订单，村长正召集全村人紧急开会，摆明了是冲着你的虾塘来的。初夏丫头本是村级祖产，现在为了共同富裕，村委商议收回虾塘，由集体统一运营。虾塘回收条款如下：第一，3000亩虾塘所有权、所有养虾技术、销售渠道、利润全部收归集体。第二，林初夏留塘做技术工，回报村集体的养育之恩。承包合同，环评备案，每一道手续我都齐全，权责分明，你们没有权利收地。狗屁的合同！你一个外姓女娃，也敢拿外面的条条框框压自人？忘了自己吃谁家饭长大的？没有林家，你早冻死在村口了。我感恩李家收养，但不代表我的心血可以白给。这地荒了10几年，鱼虾不生的时候，各位在哪儿？在打牌喝酒，在笑我林初夏傻，往废地里砸钱。给脸不要脸！走，给我拆了鱼塘！住手！都住手！这地是初夏贷款改的，你们凭什么？老东西护着外人，不背姓林，再碍事连你一起拆！爷爷，家堂可以谈，但谁再敢碰我爷爷一根指头，我会不计一切代价跟他死磕到底。吓唬谁呢？你拿什么磕？虾塘我可以让步。第一，每年从净利润中抽取50万，无偿划拨给村里。第二，虾塘岗位可以有限聘请林家村的人，薪资高于同行业30%，你们无需承担任何风险，就可以享受红利。50万，想拿点小钱堵全村人的嘴？我告诉你，林初夏，我们要的不是施舍，是本该属于男人的产业。是啊，初夏，你不能只盯着自己的得失，不顾全村百姓的生计。这事儿必须服从村委安排。装什么硬性？还不是乖乖交出来！我早就说女娃撑不起来，少废话，把虾塘交出来！吃村里的饭就该回报全村。交出来！初夏，别说哥不心疼你，你以后可以嫁给我，下半辈子直接躺平享福，不比天天泡泥缸里累死累活强。这都是南奴过去3年一笔笔记信下来的，爷爷没有用，护不住你的心血。沈总，村委逼我交塘，为止损自保，我打算提前清空塘内所有成虾，需要单方面调整供货计划，违约金我负责。初夏，我们合作2年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你的能力、人品。我合作的并非那片虾塘，而是你这个人。违约金无需你承担，只是你赶得及吗？您放心。好，我这边会配合你的出货节奏。即刻撤掉所有冷链运路车，召集捕捞、分拣人员全员连夜进场，今晚必须全部清塘。喝！明天开始，那3000亩就是咱们的了，干杯！以后咱们全村一起躺着分钱，是想喝了。等卖了虾分到钱，我要盖个2层小洋楼。以前没钱娶媳妇儿，以后躺着分红，什么样的婆娘找不到？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塘里的虾全都不见了。全完了！我的2层小楼没了！怎么可能？昨天还是满满一塘活虾，一夜之间怎么就都凭空没了？行啊，林初夏，你够狠，给老子玩釜底抽薪！你等着，这事咱们没完！林初夏个白眼狼，早就想独吞大伙的钱跑路，大家绝不能放过他！林初夏，你给我卷走大伙的钱，狼心狗肺，天理难容，这种人就该游街！所有人立刻退后，不要围堵私人车辆。聚众闹事已经涉嫌违规，请保持理智，不要以身试法。警察同志，这些是我3年来所有凭证，从开荒改造烂田到投放虾苗，日常运维，每一笔投入都是我的血汗钱。我放弃经营权是个人权利，我变卖自己的劳动成果合法合规，从头到尾，村里没有投入1分钱，没有资格瓜分我的资产。谁要是不服马账，可以去法院起诉我，我林初姬奉陪到底。爸，我才是你亲生儿子，他是被你从塘子里捡来的，你放着血脉刺亲不帮，偏袒外人。初夏不是外人。爸，我可丑话说头上，你最好劝他把村民的卖虾钱交出来，不然以后别想我给你养老。爷爷，我会养，而且这20多年，你什么时候管过爷爷？好，
跟我们划清界限是吧？行，我是族长，今天只要你们走出这村子一步，林家就把你们从族谱除名。老林，你别糊涂，一个外姓女娃而已，你要是执意护着她，被逐出族谱，死后都没脸见林家列祖列宗。是啊，老林头，你想当林家罪人，你死了谁给你摔盆，谁给你上坟？初夏，老人家这辈子根都在村里，你非要霸占虾塘，逼得爷爷众叛亲离，你对得起他10几年的养育之恩？这就对了嘛，做人不能忘本。初夏，你别再固执了，交出虾塘。我活了70多年，从来无愧任何人。初夏是我一手养大的孩子，你们容不下他，那我便同他一起走。从今往后，我林老根自愿脱离林家宗族，此后生死荣辱、香火后事都与林家无关。爸，你疯了！你为了他，连祖宗都不要了。爷爷，奶奶，别哭，这帮豺狼不配当你的亲人。楠楠，爷爷不后悔，你别有负担。爷爷，你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风风光光带着你回来。但凡今天欺负过我们的人，我都会连本带利，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现在好了，虾没了，钱也没了，工作机会也没了，这事儿你们必须负责，是你们煽动大家，现在烂摊子不能让我们买单，今天必须给全村一个说法。大家安静一点，吵吵闹闹能解决问题吗？我们当下要做的是想办法把钱赚回来。没人规定养虾只能靠林初夏，既然他走了，那咱们全村自己动手，自己养虾不就是了？大伙儿好好琢磨琢磨，之前3000亩虾塘为什么能赚钱？真以为是林初夏本事大，根本不是，纯粹是咱们李家村风水好，水土得天独厚，老天爷赏饭给咱们吃。现在机会摆在大家面前，只要咱们全村拧成一股绳，不用依附任何人，咱们自己就能暴富。到时候家家户户分红赚钱，盖新房买新车，所有人都能过上好日子。村长说的对，这片塘本就是林家祖产，之前被一个外姓女娃拿捏命脉，说出去全村都丢人。现在全村集资，男丁当家做主，谁都不能掉队。不愿意入股的，就是自私自利，心里根本没有咱们李家村，谁都不能掉队，谁都不能掉队。赵桂香，全村人都同意集资，就你磨磨唧唧，就你一家想置身事外，对得起乡里乡亲吗？就是啊，抠抠搜搜的，格局也太小了。全村都一条心，就你特殊，难不成你还盼着大家亏本？我把菜园抵押了，入股。成了，还真让咱们给做成了。短短几天，全村抵押房产、掏空兄弟里外加起来，足足积了600万，600万呐！我帮你留意了3块地，这套综合条件最好，配套水源稳定，周边没有农户排污，硬件条件无可挑剔。只要你的成品虾品质达标，我这边可以长期稳定拿货。这块地底子和林家村是2个极端，旧塘是弱碱性水质，这里偏弱酸。我之前那套养殖模式照搬过来行不通，而且最大的问题是钱。租地、改造塘口、添置增氧设备，每一笔都是巨款。上次清塘变现的钱根本不够。我之所以愿意帮你，不是同情，是佩服。懂技术的人很多，但能敬畏风险、永远保留底线与清醒的人寥寥无几。沈总，您放心，路在脚下，难关我自己攻克。这一次，我会打造不受任何人掣肘的全新养殖基地。正德，咱们还是少放点苗吧，现在投放密度已经严重超标了。还有这个饲料，压根儿不是正经养殖专用料，万一塘里出点差错，咱们全村的血汗钱都要打水漂。你懂什么？别在这瞎指挥。之前林初夏那丫头片子，天天抱着个检测仪摆弄来摆弄去，我早就看透了，纯属装模作样，浪费钱。养虾哪有那么多弯弯绕？我只认一个道理：苗放的越多，饲料喂的越足，产量就越高，咱们赚的钱就越多。等分红到手，我第一件事就是盖一栋小洋楼。还是村长和正德叔有本事，带大家一起赚钱。爷爷，我都跟您说过好几次了，不用天天等我，我回来的太晚，耽误您吃饭休息。你嘴上永远报喜不报忧，白天泡在塘口一遍遍试养殖方案，晚上熬夜算账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楠楠，钱可以慢慢挣，就算1分钱挣不到也不要紧，爷爷没什么大本事，养活你一辈子都没问题。爷爷，小时候你教我认字，说夏字下面是4，是要走的路。
我选定了路，就不怕吃苦，更不会放弃。聪哥，这车太有排面了，近100万的车，整个镇上都没几个人能开上。你给我低调点，这车太扎眼了，回头惹人眼红。低调给谁看？我现在可是销售总监，出门谈业务，车破了，人家直接看不起你，连合作的机会都没有。这车不是显摆，是咱们赚钱的本钱。这话没毛病。等回头下上市，咱们分了红，再给你娶个媳妇儿，给他们老王家添个孙子，也就圆满了。咱们村眼瞅着越来越好。不过那个自私自利的林初夏，现在可就惨喽。怎么了？林初夏那边出问题了？想不到你短短半个月就重新优化整套养殖逻辑，把水质、投喂、消杀全部重新适配，虾苗抗病性活性远超行业平均标准。林初夏，你不是单纯的养殖户，你是真正能吃透行业的人。我只做有把握的事，数据不会骗人。和你合作，我安心。我手上1线城市5星酒店高端私宴的供货渠道全部给你，以后你的优质成虾直接专供高端市场，单价翻倍。我不会辜负这份信任，所有出栏成虾全部按照顶级私宴标准分级筛选。这局我赢了上半场，下半场我要他们跪着看。我听一个朋友说，他那个新塘水质不行，投放的虾苗都死绝了，还欠了一屁股贷款。我把话放这儿，不出半个月，他铁定破产倒闭，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之前尾巴都翘上天了，现在还不是摔大跟头了？要我说，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当初拒绝聪哥，放着金龟婿不要，非要自己瞎折腾。哼，当初他眼高于顶，嫌我配不上他。但凡当初乖乖嫁过来，哪能落到现在一无所有的地步？要我说，当初那丫头当众扫你的面子，现在她走投无路，你就这么大度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对呀，聪哥，去心底里堵他，让他知道自己当初扔掉的是什么福气。没错，人狂自有天收。走，大伙儿一起去。林初夏，我倒要瞧瞧，如今一无所有的你，还拿什么在我面前装清高耍硬气？走。你们来做什么？哥几个路过，好心来看看你，尽点同宗情分。不必了，我们祖孙俩清清静静过日子，不用谁探望。林老头，人活着要认现实，你看这破院子，这穷日子何必硬撑？老林头，就别帮你孙女打肿脸充胖子了，她现在就是死撑面子。你们胡说什么？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林初夏那塘口水质不对路，养的虾死了好几批了，外债堆得比山还高，马上就要破产跑路了。初夏，你现在也是一个大老板，怎么还天天弄得满身泥？老板不老板都是虚名，养殖这行糊弄土地，土地就会糊弄你。我亲手盯着，虾才能养好，路才能走得稳。初夏姐，不好了，王小聪带了一帮人去你家里闹事儿了。爷爷一个人在家，糟了！你胡说！我孙女虾养得好得很，还刚签了大合同，不可能欠债破产。他不告诉你是怕你受不了打击，外强中干，硬撑着假装风光，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你们祖孙俩早就被林家族谱除名，我把话撂这儿，他要是再这样硬抗下去，结果就是他破产跑路，你没人养老，一死路边。不过嘛，我这个人最是心善，可以给你们一条救命的活路。你告诉林初夏，只要放弃他那可笑的创业梦，乖乖低头认错，我还是可以考虑娶她的。不过嫁过来后，她得安分守己，踏踏实实给我生儿育女。你太欺人太甚！我们已经离开村里了，虾塘也给你们了，你们为什么还不放过？他不是心比剑高吗？我就是要让他认命。爷爷，您别气，千万别气，这有我呢。我没事儿。谁告诉你我破产了？别装了，没用，全村人都传开了，你马上就要破产了。就是，你要真有钱，堂堂大老板，怎么还让爷爷住这种破地方？自己在外装风光，充大佬，让老人住破屋遭罪。林初夏，你这面子装的也太假了吧？爷爷，我在镇上租了新房，雇了保姆照顾你，这里太辛苦。傻丫头，这算什么苦？你创业太忙，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，我住一起还能给你做饭送饭。可是不用可是，我孙女在的地方才是我的家，我就住这儿。怎么被我说中没话反驳了？看看，大家都看看，这就是林初夏，一边吹自己创业暴富，一边连亲爷爷都照顾不好。
打肿脸充胖子，自私虚伪。说完了。说完又怎么样？难道我说错了？这个摄像头有录像功能，绑定了我的手机。刚才你们从进来闹事到造谣我破产、侮辱我和爷爷，我都同步到了网络直播间，高清直播。不止如此，你们之前恶意抢占我的养殖塘的证据，我也同步上传了。直播又怎样？村里是拿回自己祖产，我是好心上门给你们活路，我有什么错？正好让网友评评理，看你林初夏是不是不识好歹？是吗？那你挪用集体公务豪车、私自购置房产的事儿，敢让网友一起审判吗？王小聪，你买车说是做销售当门面，买房子算什么？你哪来的钱买新房？是不是挪用了公款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清楚，你们别问我，要问就问我爸去。别走，太黑心了，必须给我们所有人一个交代。初夏，你老实跟爷爷说，你的虾塘经营到底有没有问题？这是我刚敲定的长期收购合同，而且爷爷您天天跟着我忙活，咱们塘水质干净，虾长势饱满，怎么可能会有问题？我本分养虾，无惧任何人造谣打压，反倒是那些做错事的人，终究逃不过公道。王建国，你给我们说清楚，王小松开豪车买新房，钱是不是从村里账上挪的？太黑心了！交出公款，赔我们钱！大家冷静一下，我王建国发誓，我们老王家绝对没有挪用公款买房，全是林初夏故意抹黑、挑拨离间。空口无凭，你说没谈就没谈，账目拿出来，当众对账。可以，我马上整理所有公开账目，贴在村口公示。我知道大家押上了全部身家，心里有顾虑。其实我正好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因为我儿小聪的努力洽谈，以及全村人的共同努力，我们虾塘的预期收入提高了不少，销售渠道也谈成了不少。回头卖虾分红，可以给所有人加1成。真的加1成，不是糊弄我们的。我王建国说话算话，全村一起赚钱，我怎么可能坑自家人？这么说，难道真是林初夏故意挑拨？人家王书记一直为村里办事儿，怎么可能贪这点钱？差点被林初夏骗了，他就是见不得咱们村里好。这笔钱都要算在林初夏账上。咱们之前说好的600万款项，拿出400万给我，专门用作虾塘经营，怎么平白少了100万？你急什么？刚才村民闹得那么凶，不得用来稳住局面吗？这叫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你格局别这么小。分明就是你们父子贪心不足，出事了又把亏损算我头上。不就少了100万而已，这点缺口都填不上。要是你没能力搞定，那虾塘管理人的位置，大可换个人来做。行，我没说不行。真是黑心到家，嘴上全是公家大局，背地里净干中饱私囊的勾当，平白无故少了100万，不行，这亏我不吃，必须从别的地方补回来。镇政叔，出事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慌慌张张干什么？天塌了！咱们虾苗密度放得太密了，远超标准，水里严重缺氧，加上低价饲料比较劣质，残渣沉底烂塘，败坏了水质。现在塘里钠、亚硝酸盐全部超标，虾苗已经病死一大堆了。怎么会死这么多？怎么会？问题太严重了，咱们得赶紧请水产专家过来把脉，对症救塘，再拖下去整塘虾全都得死绝。请什么专家？请专家不要钱吗？动辄大几千上万，纯属浪费钱。不就是虾病了、水坏了，这点小事有什么难的？还用得着万人来教？可是本来就少了100万，还想让我花钱请人买贵药，想都别想。听我的，不用买那些动辄几百上千的专用水产药，你现在立刻去镇上农资店买最便宜的吸杀虫农药、消毒水油，多买几瓶，整桶冻水，直接往塘里泼。不管是病菌、虫子还是烂水，农药一杀，全都干净了。这不行啊！农药毒性太强了，这窝虾不光病菌杀了，活虾全部都被毒死，整塘直接废完。你懂还是我懂？我是虾塘负责人，这里我说了算，让你买你就买，赶紧去。初夏，先别忙了，来吃饭，身子才是干活的本钱。专心吃饭，饭凉了伤胃。咱们虾不是养的挺好吗？你咋比以前还忙了？爷爷，虾塘确实已经问产，品性达标了，但我不想止步于此。品相普通养殖只能随市场将走，我想做品质溢价，走高端精品虾路线。我这阵子一直在钻研高密度精细化生态养殖，现在有这套智能设备兜底，我能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数据，每天微调养殖参数，优化生态水心境，这样养出来的虾规格统一，肉质紧实鲜甜，能把咱们的虾做成精品招牌，彻底稳住高端销路和定价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愧是我的孙女，有格局，有本事。老哥，之前村里把你们逼得那么难，我本来真没脸登门，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。我天天路过老塘口，看着林正德虾蒸腾，塘里已经死了一大片虾了。
当年你带着初夏，家里穷，孩子吃不饱饭，也是村里几户人家接济过你们几口吃的。我不求别的，就求你看在当年那点情分上，伸手拉一把，救救老唐。真亏惨了，大家都要垮了。好好的糖被折腾成这样，造孽啊！住手！千万不能倒！现在糖水已经彻底败坏，再泼农药，剩下的活虾全都会被毒死，塘底土壤也会废掉的。林老头，你跑回来干什么？我们村里的糖找你外人多管闲事。我不是多管闲事，我在村里活了一辈子，不忍心大家辛苦钱打水漂，现在还有补救机会，立刻彻底换水消毒，还能保住大半收成。我可以和初夏说说，让他免费教大家。免费教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你们爷孙俩有这么好心？我看就是故意演戏，看着我们要分红暴富，你们眼红嫉妒，再趁机插手，想把虾糖抢过去。你们怎么能这么想人？我一不小心，怎么到你们嘴里就变成算计了？心肠真歹毒，自己过不好，就见不得村里人过好日子。赶紧滚，别在这坏我们财运！我看谁敢碰我爷爷一下！初夏，我本来想……爷爷，我都知道，我爷爷活了一辈子，最重乡情，不忍心看大家掏空家底，却落得一场空。好心帮你们救糖减损，从头到尾没图你们一分钱，没谋你们一寸利。可你们呢？不敢承认自己的无知，却把别人的善良当成别有用心。你少胡说八道，分明是你自己快破产，嫉妒我们要赚钱，故意让你爷爷来搅局。我破产？这是我刚敲定的全年鲜专供大单，数千万金额的固定收购合同。你们传播破产谣言之前，但凡亲自去我的养殖基地看看呢。我订单排到下半年，需要嫉妒你们这群盲目蛮干的赌徒，简直可笑至极。真话永远刺耳，假话最顺人心。今天我爷爷的善意，你们不珍惜不领情，反倒肆意羞辱，来日满堂亏损，血本无归的后果，也只能你们自己全盘承担。你少在这唱衰，我看就是你见不得村里发展。满塘死虾被搞坏的水质是实打实摆在眼前的，可不是我随口编造。你与其在这里忽悠全村人陪你做梦，不如想想怎么收拾这一塘烂摊子。谁家的女娃养不起扔在这儿了，自己都吃不饱，哪有钱养一个女娃哦？好歹是条命，你们不养，我来养。爸，你要是非养这么个赔钱货，就别指望我给你养老。爷爷，我把这3000亩荒田全部承包下来了。您以前在这里救了我，小时候天再冷水再冰，您都下河捞虾摸鱼，一口一口把我养大。现在我长大了，我要把这片荒地变成最好的养殖基地，靠自己的本事赚钱，好好孝敬您。这么多虾，不会真让林初夏说中了吧？我们这次真要血本无归。林正德，虾塘从头到尾都是你全权负责，是你带头鼓动大家集资入股，是你拍胸脯保证稳赚不赔。现在塘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还有村长，是他们2个牵头的，好处你们先拿，出事了不能让我们大伙背锅。替你们交代，我们去找村长，我说你去。停！大家先别冲动，听我说一句，你们也太冲动了，被林初夏3言2语就拿捏了。他说亏就亏，谁家养虾不死几只虾？生病治多大点事儿，至于吓得人心惶惶？这叫死几只，还小问题。之前按你的方法乱下药，不仅没治好，死的反而更多了。行，你们都觉得我不行是吧？在场谁要是觉得自己本事比我大，谁有能耐挑起这个担子，这个虾塘负责人我立马让出来，你们来干。但是我提前讲清楚，后续要是赔本了，我一概不责。你们放心，我专门跑省城请了资深水产专家，过几天就亲自过来。人技术可比林初夏那个野路子厉害多了，分分钟就能把塘救回来。真的，省城专家真能救好这塘虾，100%靠谱。我什么时候骗过大家？你们安心等着分红就行。林正德，这就是你拍胸脯保证的养殖效果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现在事态紧急，赶紧把第2笔款拨给我，
我要拿着钱去请省城专家，你还好意思要钱？第一笔钱交给你，你把好好的虾塘养成这样，那可是全村村民的血汗钱。我是村干部，我得对每一分公款负责。对啊，你是村干部，虾塘是你牵头立项，你扣着公款，你一手操盘，我只是帮你干活背锅的。今天这塘真彻底崩盘，我跑不了，你也别想撇干净。行，算你狠。我再拨你50万，你给我务必把烂摊子收拾好。要是再出半点差错，知道了，我办事你放心。钱到了，赶紧行动吧！咱们抓紧联系省城水产专家。找什么专家？请个正经专家上门，一趟下来大几万，后续更是无底痛。50万够干什么？根本不经造。你现在去周边二手养殖场、旧货市场，把别人淘汰下来的旧增氧机、旧抽水机、旧过滤设备全都收回来。新旧设备功能反正都一样，没必要花大价钱买新的，省下的都是纯利润。可是再去批发最便宜的通用底改粉镜片，那些净水药成分都差不多，先凑合用，只要水质稳住，不再大规模死虾，撑到收成，咱们赚了大钱，来年直接换全套全新高端设备。万一救不了塘，我得给自己留好后路才行。孙老板，您放心签合同，我这边是林初夏高端养殖的同体系塘口，他以前的品你们也清楚，我这边标准一模一样，现在提前预售，价格还能再让2个点。不好意思，林先生，这份合同我们没法签。为什么？我刚在农业农村系统核验过了，林家村老塘口没有有效的水域滩涂养殖备案，无产地检疫备案，无农产品达标核证授信。简单说，你这个塘现在属于3无违规养殖塘，市面上所有正规商抽生鲜平台批发市场一律不敢收你的虾。3无不可能，这塘养了这么多年，怎么会没资质？系统显示，林初夏早已线上提交申请，批量注销。林初夏剥离了旧塘所有附属资质与供货授权，你们老塘现在完全不具备上市销售资格。抱歉，我们不能违规合作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他早溜后手了，正规渠道进不去，过不了检疫，上不了平台，进不了商超市场，私下偷卖属于违规流通，被查到还要罚款追责，等于我们砸进去的全部集资款彻底砸水里了。这丫头心思也太深了，当初一声不吭，把所有后路全给我们堵死了，我们还傻乎乎做暴富美梦。这事儿绝对不能让村民知道，一旦让他们晓得几百万彻底打水塘，肯定集体暴动，非要扒了我们皮不可。可是这么大的窟窿，我们俩谁填不上啊？那就去找林初夏填。他既然敢断我们后路，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真是不公平，都是养虾，他这边风生水起，我们那边全生亏本，凭什么好事都让他占了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林初夏，你少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！你是不是早就算计好了？我们全村人掏腰底凑钱养虾，辛辛苦苦忙活大半年，你却背地里偷偷搞小动作，把资质全注销，搞得我们虾养出来卖都卖不掉，几百万的血汗钱打水漂，你就不怕全村人记恨你，做林家村的千古罪人？初夏，叔说句公道话，你有本事有出息，我们都替你高兴，但做人不能忘本啊！你是林家村走出去的孩子，全村老小都是你的乡亲长辈，大家掏底养虾，就想挣点安稳生活费，你动动手指就让所有人血本无归，你夜里睡得踏实吗？良心过得去吗？事已至此，你就当帮村里一个忙，把资质放开，让老塘挂靠共用一下，帮村里度过这关，所有人都念你的好，你也不用背坏名声，两全其美，怎么样？第一，我没有算计任何人，我凭技术申请办理的个人专属资质，归我个人所有，和村里集体和旧塘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依法办理注销剥离手续是我的合法权益。第二，当初我和爷爷好心劝你们规避风险，是你们自己贪心上头，不听良言，凭什么要别人为你们的愚蠢买单？什么你的我的？你村里的根基发家，发达了就翻脸不认人。善良可以免费，但绝对不廉价，更不拿来填人性的贪婪窟窿。资质是我合规申办的，绝不共用，也不会挂靠授权旧塘。你们请回吧。行，你牛逼，你绝情，你给我等着！他们之前死下家具，盲目整改，今天又急匆匆上门闹事，求挂靠资质，看来很快村民就会察觉到异常，再也压不住了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！就算我们现在去申请补办养殖资质，备案手续都没用，人家农业工商部门验塘，首先就要看水质、养殖环境，就咱们这个塘现在这个样子，根本过不了检。是12345政务热线吗？对，
我现在实名举报林初夏新养殖基地。我们按照监管流程上门开展现场核查，请你配合。直播间的家人们都看过来，好好看清楚，这就是我们村那个大名鼎鼎的白眼狼林初夏。基地看着做的漂亮风光，背地里猫腻多得很，专门搞小动作抢生意，把我们村里人的活路全堵死了。今天我就带大家现场揭穿他。就是我们村里老老实实凑钱合伙养虾创业，他倒好，背地里搞小动作，硬生生把村里的虾塘生意给搞垮，眼里除了钱啥都没有，一点人情不讲，良心早就没了。家人们看清楚了，就是他这个黑心老板，靠着村里资源起家，发达了就翻脸不认人，这种人就该全网抵制，彻底凉透。我有没有恶意竞争，不是你们随便乱说就能定的。你们现在每一句造谣污蔑，我们都有全程录像存证。你敢为刚刚说的所有话承担后果吗？我们都是亲身经历，全村人都能作证。你就是忘本，就是挣黑钱。怎么被我们说中心虚了？拿追责吓唬我们？就是别想狡辩，我们全村人的说法还抵不过你一张嘴。现在全网都在看直播，只要我们全村一口咬死你恶意打压乡亲、黑心经营，你的名声就别想要了。识相点儿，乖乖把资质挂给村里，我就可以考虑撤掉举报，关掉直播。你们简直蛮不讲理！初夏的基地手续齐全，干干净净，分明是你们眼红抹黑，赚了钱不带动乡亲，这不是黑心是什么？今天说破大天，他也理亏。爷爷，您别气，我们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所有流程合规合法，经得起任何部门核查。他们以为聚众造谣、直播抹黑就能压垮我，恰恰相反，他们闹得越凶，等官方结果出来，脸会被打得越疼。少在那装腔作势，我们人多最多，众口铄金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经多部门全方位核查，林初夏新型养殖基地手续齐全，养殖流程科学规范，无任何违规养殖、恶意竞争、偷税漏税等问题，所有举报均为不实举报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各位网友，刚刚官方已经证实，他们对我的所有指控全部属于不实造谣、恶意抹黑。我的养殖基地全程规范化、标准化运营，合规可查。不仅如此，我今天还要公开宣布一件事。就在刚才，相关部门已经正式公示，将我的科学化养殖模式列为地方水产养殖行业参考范本，公开嘉奖推广。聪哥，不好了，我们村鱼塘出事了！经多部门联合核查，你村集体养殖虾塘核实3项重大违规违法行为：第一，无证违规养殖，未办理水产养殖备案检疫许可，属于3无违规养殖场地；第二，违规使用违禁渔药、消毒剂、水体药物残留超标，严重违反水产养殖安全条例；第三，未经报备面向全村村民违规集资，涉嫌非法集资的风险，责令即日起全面暂停养殖作业，限期整改，逾期未整改将强制关停，依法罚款，追究负责人责任。完了，这下全毁了。你们到底会不会养虾？我们掏空家底投进去的钱，你们就这么瞎折腾的？天天给我们画饼，说稳赚不赔，躺着分红。现在好了，虾不能卖，还要罚款，你们拿我们全村人血汗钱开玩笑呢？今天必须给我们说法，赔钱！大家都别慌，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糟。之所以突然严查处罚我们，根本原因就是林初夏他记恨村里，故意背地里举报卡我们资质。没错，本来我们虾养好好的，全是他恶意针对，是他想搞垮全村。请大家放心，我和村长绝对不会不管大家的血钱。资质问题我已经托人加急补办，正在走流程，很快就能下来。我用村委名义保证，一定会让大家拿到分红，请大家相信村委。虾塘抽检根本过不了关，正规资质审批会全卡住，再这么拖下去，塘里的虾会死光。我现在就联系那些不要资质的加工厂，把这虾处理掉，先把本钱保住再说。你疯了！你想私自绕开监管偷卖，这是违法，一旦被查到，可不只是罚款，要坐牢的。违法？那你倒是想个不违法的办法出来，填上这几百万的窟窿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儿子新买的豪车，刚装修的新房，可全是挪的公款，账补不上，不用等警察来抓，全村人能扒了你的皮。我这段时间对接了水产品深加工工厂，打算不再局限于鲜虾直供，考虑开发虾丸、虾仁、熟食卤虾等产品。鲜活水产损耗率高，直销受限，拓宽深加工赛道，既能降低市场风险，还能打通线下商超、线上电商2条销路，把品牌做稳做长久。别人只盯着眼前鲜虾的差价利润，你既有硬核养殖技术，又有长远商业布局思维，难怪你能越做越大，远超同行。
初夏姐，沈总，我刚听到消息，林正德正规渠道走不通，现在正在到处联络地下黑加工厂。那批虾根本达不到食用标准，这么做完全是违法行为。意料之中的是，这群人从始至终眼里只有利益，没有半点底线和敬畏之心。真是越活越糊涂啊！好好的致富路摆在眼前不走。爷爷，路都是自己选的，既然做了，就要自己承受代价。怎么样？这批虾到底能不能收？放心吧，稳了。做水产生意的老板是我拜打子兄弟表姑的侄子，答应全包了塘里所有的虾，一点不挑。就是价格压得太低，我粗略算了一下，全部卖完到手，顶多400-500万。400-500万，这点钱连大家的本金都覆盖不了，到时候怎么跟村民交代？慌什么？遇事得稳。这400-500万到手，我们先抽一部分出来，当做第一批分红发给村民，有钱落袋，大家的情绪就能稳住。剩下的钱，我们就对外城市2期投入，先把眼前危机度过去，之后我们再去跑贷款、补办资质，花钱请专家过来作证，我就不信邪。一个丫头片子能做成的事儿，我们大老爷们还是做不成。不好了，村长，虾塘出大事了，虾全死了。没了，全烂透了，整整3000亩塘全部死绝了。我的房子，我抵押的房子全打水漂，我掏空家底，借遍亲戚才凑的入股钱，这往后日子怎么过呀？哭有什么用？这一切全是王建国、林世德害的，是他们忽悠我们集资瞎搞养殖，找他们算账去。对，找林世德，找村长，让他还钱，还钱。王建国、林正德，你们2个今天必须给大家个说法，是你们拍胸脯保证稳赚不赔，现在你们必须把钱赔上。公开流水，查公款，查公款，还钱。吵什么吵？不就是亏了点钱吗？投资哪有稳赚不赔的？亏了就撒泼耍赖，一群穷鬼活该发不了财。好你个王小聪，拿着我们的血汗钱买豪车，挥霍享乐，现在还敢嘲笑我们，太欺负人了！这事儿跟我无关，从头到尾都是林正德负责，全村是信任他，才把养虾的事儿交给他。现在亏得底朝天，这锅必须他全背。你那新车、新装修的房子，哪一分钱不是村里的公款？你挥霍的时候怎么不说跟你没关系？林正德说话要讲证据，我当村长这么多年，向来勤政廉洁，从不贪公家1分钱，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还敢推卸责任？我们600万血汗钱全没了，你们一个个都不干净，别跟他们废话，全部扭送到派出所，让警察给我们老百姓做主。大家别冲动，现在把我们送进去，没人处理后续，大家伙投的钱就真的彻底泡汤，1分都要不回来了。大家醒醒，害你们破产的不是我们，是林初夏，是他心狠记仇，故意注销虾塘所有资质，带走技术，断了我们所有后路。没错，罪魁祸首就是林初夏，没有他暗中使坏，我们绝对不可能亏这么惨。大家都醒醒！现在亏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，但全村辛辛苦苦砸进去的血汗钱绝对不能白白打水漂。想要挽回所有损失，只能找始作俑手讨说法，要赔偿。怎么讨？几百万的大窟窿摆在这儿，谁能补得上来？说白了，我们今天亏的这600万背上的烂账，欠了一屁股外债，全都是林初夏害的。这笔损失就该由他一力承担。没错，这事必须让林初夏负责，他自己发达了，不能不管我们。你们又来干什么？初夏呀，你看你这孩子说话咋这么生分？再怎么说，我们都是一个村子的人，血脉连着呢，哪有那么多隔阂？看着你现在越做越好，说实话，说打心底为你高兴。当初是你们亲手把我和爷爷的名字从族谱划掉，把我们赶出村子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和爷爷就跟林家村毫无关系了。那都是全村人在气头上说的糊涂话，做的糊涂事儿。事后村里的老一辈商量过了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哪能因为一时赌气，就真把自家人彻底踢出宗族？我们早就把你和你爷爷的补回古谱了。你看，你和你爷爷直接搬回村里住就行。我跟所有村干部都商量好了，村里那片老堂口重新交给你打理。但话说回来，村里愿意重新接纳你们，你也得懂点知恩图报的道理。老唐早就废了，资质作废，药物超标，隐患成堆，几百万公款窟窿你们填不上，全村负债累累。你们哪里是跟我合作，是想让我无偿出技术渠道填窟窿，替你们所有人的贪心和愚蠢买单。当初是你们联手定霸王条款，抢我虾塘，撕我合同，是你们重男轻女，觉得女孩子不配创业。我这3年熬了无数抠销，一点点试水质、调参数、磨技术，熬出来的核心养殖本事，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。就凭你们几句道德绑架，一张空头支票，就想白嫖我的心血，让我替全村还债，你们脸皮是不是太厚了？林初夏，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！你也太冷血、太绝情了，一点乡里亲情都不讲，难怪你一辈子孤女命。你给我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骂我孙女？初夏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，
你们从来没疼过他半分，帮过他半分，只会眼红他，欺负他，现在还有脸站在这儿指责他绝情。爷爷，王建国、林正德，今天爷爷但凡身体出半点问题，我林初笑发誓，绝对会让你们付出代价，把这2个人赶出去。爷爷，你别吓我。奶奶，爷爷没事儿，爷爷就是心疼你。明明是你辛辛苦苦拼出来的一切，凭什么你受这种委屈？爷爷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被他们道德拿捏，我踏踏实实做事，清清代白赚钱，从来没亏欠过谁，该付出代价的只会是他们。各位乡亲，对不住，我和正德这次也是拼尽脸面了，特意拿着族谱去找林初夏，诚心接他和爷爷回村，给他台阶，给他名分，只想求他帮帮村里。我们真是一心为了全村，低三下四，好话讲尽，就想绑住大家的血汗钱。可他就是记着以前的旧仇，铁了心见死不救。说了半天就是没用，你是村长，这事儿你必须负责。当初是你带头担保，带头集资，现在我们一家子身家全砸里面，你不能一句尽力了就糊弄过去。大家别慌，我是村长，我拿整个村集体担保，我一定带大家找到解决办法，不会让大家白白吃亏。别扯那些虚的，我们一共集了600万，买虾苗、买药、付人工，满打满算就花了200万，就算全部亏光，也就亏这么多，这亏我认了。剩下没动的400万，按比例退给我。我不干了，我也认亏一部分，剩下的钱还我们，把钱还我们，还我们，我们要查账，要退股，还钱！坏了，账上早就没钱了，绝对不能让他们查账。都给我闭嘴！你们眼里就只剩自己那点私利，全村现在水深火热，你们只顾着退钱跑路，你们对得起全村乡亲吗？没错，现在全村一条心对外才能翻盘，你们现在内讧分钱，全村彻底完蛋。谁带头闹退股，谁就是背叛林家村的罪人。说的没错，现在全村都要垮了，你们只顾自己拿钱跑路，太自私了。就是，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现在出事就散伙。闹内讧，传出去，咱们全村都被人笑话。大家听我说，问题的根源根本不是我们的问题，是林初夏蓄意报复，故意坑死全村，这笔账必须让他认。走，大家伙一起去找他，让他给全村还债，还技术，还公道。林初夏必须赔偿损失，我们给全村还债。大家都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本该是全村一起发财的活路，现在呢，就因为他林初夏故意报复，眼睁睁看着我们全村投钱砸塘，血本无归。林初夏，别躲在里面装哑巴，出来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大家都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本该是全村一起发财的活路，现在呢，就因为他林初夏故意报复，眼睁睁看着我们全村投钱砸塘，血本无归。别躲在里面装哑巴，出来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我当初求他帮村里，他也是这副态度，也是要报警，半分良心没有。什么违法不违法？我们不是无理取闹，我们是拿回本该属于村集体的东西。交出技术，赔偿损失，立即还钱，还钱，立即还钱，还钱。村里年轻辈做事冲动，确实有做得不妥的地方，我们不否认。但初夏，人活一世，讲究叶落归根，不管在外混得多好，受过多大委屈，乡土根基、养育情分是这辈子割不断的。叶落归根，乡土人情，我一直记着。但我的技术、心血不是给村里兜底亏损的工具。你们有什么冲我来，别为难我孙女儿。爷爷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您身子本就不好，千万别激动，事情我能处理好。爸，以前是我糊涂，我不孝。您心里有气，想打我都行，但全村几百口人的生计不能不管啊！是啊，老林叔，初夏是做企业、做门面生意的，这事儿一旦传开去，外人不懂内情，只会说他冷血忘本、不顾乡邻，好好的事业名声毁了，太可惜了。不如咱们找个两全的法子，各退一步，既能救了全村，也保全初夏的名声。楠楠，村里人手里攒点家底儿不容易，这次亏得太马，确实都承受不住。要不咱们退一步，雇他们来基地打工，按月开工资，给他们一条活路，别把局面闹僵，影响你名声。爷爷，我懂您的善良，您总想与人方便，大事化小，但穷从来不是明目张胆掠夺别人心血的借口。今天我妥协让利，他们不会感恩，反而会认定我软弱可欺。我选择等警察处理。刚才给你们台阶下是村里念着旧情，想着给你们留颜面。既然你们不领情，那就别怪我们公事公办，彻底算账。大家看清楚，这是当年林初夏租用村里3000亩良田的契约，条款条条框框都偏向林初夏，对我们村集体极度不公平。这么多年占用集体资源，靠着我们村的土地、水源起家，到头来风险亏损不能全甩给村里。林初夏，你必须赔偿土地占用赎清金，弥补村里所有损失。赔钱，补偿我们的损失，不能让他们占便宜。好言好语跟他讲道理，他油盐不进。既然他不给我们活路，跟他客气什么？给我砸，通通砸烂！
全部住手！私自闯入私人场地，破坏私有财产，聚众闹事已经涉嫌违法，立刻停止所有行为。你们所有人的理由归根到底就一句话：我过得好，你们过得差，所以我必须补偿你们。本来就是，你是村里养出来的，你发达了不帮村里就是忘本。那我反过来问问在场所有人，3年前我和爷爷被全村排挤，被你们砸堂逼走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有人可怜过我们半句吗？如果今天破产负债的是我和爷爷，你们会帮我们吗？不会，你们只会围在一旁看热闹，指指点点说我们活该。你们从来不是走投无路找我要活路，你们是拿捏我们祖孙无依无靠，借着集体的名义，明目张胆的占便宜。你少上纲上线，你占了村里土地资源的便宜，就该为全村亏损负责。我占村里资源，我忘本自私，大家好好看清楚每一笔账目。我租下3000亩虾塘，第1年开荒亏本我自己扛，从第2年开始，我年年按时给村集体分红，每一笔分红金额都远超合同约定的租金，每一笔都有据可查。什么分红？我们怎么1分钱都没拿到过？对啊，村里从来没发过这笔钱，年年的分红去哪儿了？我林初夏创业3年，该我尽的义务，该回馈乡里的分红，我1分没少过。真正自私贪婪、掏空集体、欺骗全村的人，从来不是我，是那些手握权力、隐瞒账目、反过来颠倒黑白的人。今天该问责、该给全村还债的人是谁？你们该想明白了。他撒谎，大家别被他骗了，村里根本没有收到过这笔钱。带头煽动聚众造势，破坏他人财产，恶意敲诈勒索，已经涉嫌违法。我们将依法依规追究你们带头人员的法律责任。还有，针对你们2人恶意造谣诽谤、恶意侵占污蔑他人产业的行为，我也已经正式提起诉讼，传票应该很快就送到了。现在不管是活虾还是深加工水产品，销路都特别好。我们基地已经拿下好几家头部机构的长期供货大单。爷爷，您看，我做到了。人家从来没亏欠过村子，是我们看错了人，亲手把实打实的富贵赶跑了。不好了，出事了，林正德跑了！往哪里跑？大家冷静，误会都是天大的误会，我不是要跑路啊。我是专程出去跑门路，给大家想办法填窟窿。林正德，你真是好样的，把所有黑锅烂摊子全自甩给我，拿我当替罪羊，你自己捐钱跑路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！各位，村委会已经彻查清楚了，林正德一直在背地里偷偷挪用村里的集体资金，不管是进虾苗、买饲料、添置设备，他私底下通通吃高额回扣，一笔笔黑心钱全部揣进自己兜里，还做假账。今天全村亏本负债，他就是头号罪魁祸首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自己又干净到哪里去？林初夏每年按时打给村里的集体本红，全都进了你自己腰包。你拿着全村人的血汗钱，给你儿子买豪车豪宅，村里的集体底钱都被你掏空了。怪不得我们没钱分，原来2个蛀虫一直在背后掏空村子，中饱私囊。当初就是你们2个带头煽动我们去闹林初夏，你们贪钱，却让我们去得罪人，背黑锅。贪钱，把吞我们的钱全部吐出来！今天必须给全村一个说法。林初夏个白眼狼，早就想独吞大伙的钱跑路，大家绝不能放过他！林初夏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敢卷走大伙的钱，狼心毒肺，天理难容！这种人就该扒游街。这下真的完了，他们俩被抓了，老唐彻底废了，我们往后该怎么办？是不是彻底没活路了？要不我们找林初夏诚心认错，求求他大人有大量，拉我们全村一把。要去你去，我没那个脸。我们一辈子守着这3000亩田地几方堂口，总以为值钱的是这片土地，是手里的资源，到现在才算彻底明白，真正值钱的从来不是烂田死水。初夏心胸宽，心地善，明明自己闯出来的路，还主动让利村里，一心想带着我们全村挣钱致富，是我们眼光太短，被欲望蒙了眼，亲手把愿意拉我们一把的人彻底赶走了。忙完了，趁热吃饭，爷爷刚给你温好。爷爷，
我已经提前敲定好了明年的优质虾苗，全部都是适配我们高端养殖深加工赛道的2种。我还打算趁着势头，再新开一座标准化养殖基地，把规模彻底做起来。养虾的事情你是专家，爷爷只关心一件事儿，你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，可别把我的宝贝孙女累垮了。不会累垮的，有爷爷天天给我做饭，等我回家，我每天都按时吃饭，好好休息，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。爷爷把我养得很好，日子过得真快啊！当年捡到你还是个小小的奶娃，瘦得很。那时候我心里一直揪着，都不知道能不能把你养活。没想到一转眼就长成这么能干的大姑娘了。没有爷爷就没有今天的我。他嘴上从不说，可我知道他心底始终放不下生养的故土。如今也轮到我，让爷爷彻底安心了。爷爷，明天我们一起回一趟林家村吧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收拾塘口，是打算继续养虾吗？塘里的虾全都死透了，我们就是想着好歹收拾干净，不能一直烂在这里。我们也不知道现在还能干什么，可如果连这点活都不做，心里更慌。初夏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指点我们一下，教教我们怎么养？别乱说，我们哪还有脸求人家帮忙？初夏老叔，我们不狡辩，我们落到今天的下场，全是我们自作自受，完全是活该。但我们欠你们一个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林、初夏，我们不求你们原谅，但今天这声道歉是我们全村人的态度，也是我们迟来的认错。我从来没真的记恨过村里的任何人，乡里乡亲，孰是孰非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该过去的就翻篇过去吧。我今天回来不是为了翻旧账，我的新基地已经稳定投产，准备扩大生产规模，所以我打算重新租下村里这片老塘口。现在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愿意把这片塘口租给我吗？初夏，我们知道你心善念旧，但这塘口现在就是个烂摊子，要重新整改，得砸进去一大笔钱。是啊，我们之前四处托人打听，没人愿意接。我们家背着债，别说花钱整改塘口了，就连基础的清理费用，我们1分钱都掏不出来。这塘口有多烂，整改有多费钱，我心里清楚。我愿意租下这片塘，不是可怜你们，是我做好了全盘规划，整片旧塘我全部承租，所有翻新、整改、养殖投入都由我来承担。后续我还会优先雇咱们本村的人干活，工资全部按市场价结算，绝不拖欠。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我能带着大家挣钱，但不会再惯着任何人的私心。想跟着我好好干、翻身还债的，必须守我3条铁规矩。我们愿意。初夏，你愿意带我们，就是给我们最大的机会，我们再也不会糊涂犯错了。第1条，以后基地所有收入、大家的工资、村里的集体分红，全部公开公示，每一笔钱明明白白，偷偷吞钱、坑害全村的事，绝不允许再发生。一旦查到，依法追责，绝不姑息。第2条，养殖、消杀、管护，每一步都按标准来，不许敷衍了事、抱团摸鱼。我这里只认功劳，不认人情。第3条，做生意有赚有亏，风险我自己承担。往后谁都不许再拿乡情背压人，更不许私下挑拨是非，扰乱基地秩序，屡教不改的，直接开除，永远不再合作。说的太对了，以前就是我们私心太重，没人守规矩，好好的好日子被自己做没了。这规矩立得好，是在救我们。初夏，你愿意拉我们一把，我们以后踏踏实实干活，绝对听话守规矩。水土丰润，岁岁安民，塘兴业旺，不负耕程。今日正式开捕。开了，丰收兴旺。以前我总怕你受委屈，拼命护着你，没想到一眨眼你长大了，倒成了我，成了全村人的靠山。真正的靠山，从来不是某一个人，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公平做事、安心挣钱的机会。只要肯踏实付出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靠山。初夏，这1年你的付出，大伙儿全都看在眼里。你把升级后的养殖技术全套落地，短短1年就把死水塘养活了。现在村里风气完全变样，家家户户安稳务工还债，整个村子算是彻底盘活翻身了。也正是你这份实打实的乡村振兴成绩，还有成熟的水产养殖模式，被省里看中了。他们递过来一份省级乡村振兴标杆项目合作方案，特意托我过来跟你对接。这个项目直接打通全国连锁高端商超、国家级生鲜展销平台，还有专项扶植资金，政策倾斜，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省里审核标准极严，中间任何一环出纰漏，你辛辛苦苦做起来的品牌口碑都会遭受巨大打击。机会和风险都摆在这儿，你有没有胆量放手试一试？当然敢。